你以为每个月省那点水电回扣就是政府在护航？其实真正保住你这辈子生活费不崩盘的，是藏在玉郎岛地底下那块足以拿捏全世界的巨型花岗岩。你看现在的全球局势，红海航道危机不断，中东火药桶一点就着，全球地缘冲突随时可能彻底切断能源大动脉。国际油价的每一次暴涨，每一次过山车般的剧烈波动，都在疯狂收割普通人的钱包。但是，作为一个连一滴油都不产，连喝水都要看别人脸色的小红点，新加坡凭什么能在这种狂风暴雨中独善其身？你手里每个月交的那张 SP Group 电费单，凭什么能稳如泰山，没有跟着国际通胀一起翻倍狂飙，甚至逼得你关掉冷气？答案根本不在滨海湾那些光鲜亮丽的银行金库里，而是在玉郎岛地下150米深处，一整块极其庞大的巨型花岗岩里。今天我们就来硬核拆解新加坡政府到底是怎么在地下挖出了一个史诗级的护国堡垒。它不仅能防核弹级别的打击，更是如何反向拿捏了全球原油巨头的命门，成为新加坡在动荡世界里最大的底牌。很多人一听到存油，脑子里的第一反应就是建几个超级大的金属储油罐，整整齐齐地排在海边。如果你也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新加坡政府的做法极其变态，他们直接把目光投向了地下150米的海底岩层。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把一栋45层高的 HDB 组屋硬生生地倒插进地底深处。在这里，工程师们耗费了整整8年时间，进行了几千次精准爆破，运走了数百万吨的碎石，生生掏空了坚硬无比的花岗岩层，打造出了高度相当于9层楼的巨型地下洞穴。但最硬核的不是挖洞，而是极具颠覆性的水幕封存技术。你可能会问，把油直接倒进石头缝里，难道不会漏吗？这就涉及到了极其精妙的流体力学物理博弈。因为在地下150米深处，天然地下水的压强远远大于石油的压强。工程师们在巨大的岩洞周围密密麻麻地打孔注水，利用水油不相容的绝对物理定律，用庞大的水压形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无形碳锡之墙。这道水墙死死地包裹住原油，没有生锈腐蚀的金属，没有雷击爆炸的风险，更不怕任何恐怖袭击。哪怕地面上打得热火朝天，地下这5个相当于600个奥运标准泳池，足足能装下900万桶原油的超级储备库，连一滴油都漏不出去。这项耗资9.5亿新币的世纪工程，不仅是一个储油库，更是小红点在面临极端地缘震荡，甚至海路被全面封锁时，长达1个多月的战略呼吸权。那么，花了这么多钱把油藏在地下，仅仅是为了安全吗？当然不是。精明的新加坡政府在算一笔大账。在外行眼里，玉郎岛地下储油库只是一个防空洞级别的战备设施，但在新加坡政府那本精打细算的账本里，这本质上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土地金融魔术。我们都知道，新加坡最缺的就是地，每一寸土地都必须榨干它的商业价值，把占地面积巨大但每平米产值极低的储油罐塞进地下，直接给地表腾出了整整60公顷，也就是84个标准足球场的黄金地段。你要知道，在寸土寸金的玉郎岛，土地从来不是按平米来卖的，而是按产值密度来计算的。这腾出来的60公顷土地，如果用来建设最新落成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也就是 SAF 工厂，或者高附加值的特种化工项目，它每公顷每年给新加坡贡献的 GDP， 完全是以亿为单位来计算的。这就是新加坡政府最恐怖的双层叠加财富效应，把低附加值的仓储设施沉入地下150米，把高附加值、高税收的精炼产业稳稳留在地表，完成了一次完美的3维空间折叠。不仅如此，这种折叠还带来了极致的效率。地下油库的管道直接连通地表的化工厂，把原材料从地下抽上来直接加工，供应链短到令人发指，省下了巨额的物流成本。这就是为什么像 ExxonMobil、Shell 这些精明的国际能源巨头，明知道新加坡的人工极其昂贵，运营成本极高，依然敢在这里死死砸下超过500亿新币的固定资产。因为新加坡用这块地下的巨型花岗岩，向全世界的资本证明了一个硬道理：只要你敢来，
我的地永远够用，不仅能帮你赚钱，而且绝对安全。我们把宏大的国家战略视角重新拉回你每个月都要面对的那张 SP Group 电费单。新加坡95%以上的电力都严重依赖天然气和进口能源。按理说，只要中东那边稍微打个喷嚏，我们的电费立马就得跟着翻倍，老百姓的生活成本直接原地爆炸。但现实为什么没有？因为早在1973年全球石油危机的时候，新加坡就吃过大亏，当时的油价几天内暴涨4倍，直接掐住了国家的咽喉。从那以后，这片土地就患上了严重的安全偏执狂。这地下深处的900万桶原油，就是新加坡政府硬生生给自己加上的一条能源血条和超级调频器。当国际油价因为战争暴涨时，新加坡根本不需要去国际2级市场当韭菜挨宰。地下储油库的庞大储备，直接给了政府长达几个月的战略缓冲期，完全可以等风头过了，价格回落了，再去从容采购。所以，这9.5亿的基建投资，本质上就是政府发给每一个新加坡公民，用来对抗全球输入型通胀的隐形补贴。更狠的是，有了这个地下堡垒，新加坡在国际能源的牌桌上，直接完成了身份的跃迁。它从一个看人脸色的代购或者过路收费的转运站，变成了掌控区域定价权的庄家。这里不仅存油，它还无缝连接着全球最高效的大石港口和玉郎岛及其庞大的炼油矩阵，形成了一个闭环的能源生态圈。这种港口、储库、炼厂3位一体的变态运作效率，构成了极高的沉没成本。任何想把产能搬离新加坡的跨国企业，都得在心里好好掂量掂量。只要这块花岗岩还在，只要这套系统还在高效运转，玉郎岛上那26000个本地高薪家庭的饭碗，就是全球最铁的铁饭碗。很多刚来新加坡或者生活了很久的朋友，平时总忍不住吐槽，新加坡的生活成本太高了，用车证 COE 贵得离谱，各种条条框框的规矩多到让人喘不过气，甚至连买个祖屋都要等好几年。但是，当你真正看懂了地下150米深处的这块花岗岩，你就会明白一个底层逻辑：新加坡的贵，其实是贵在它为了对抗这个世界的极度不确定性，而提前支付的安全溢价。它在每一个你平时根本看不到的角落，比如地下的油库、隐秘的海水淡化厂、庞大的国家储备金里，都投入了天量的真金白银。新加坡的安全感，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靠任何大国的施舍，而是骨子里那种极度基素，也就是怕输的生存哲学，逼着这里的执政者在150米深的花岗岩里，一寸一寸自己凿出来的。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小国寡民没有试错的资本，一旦输一次，就是万劫不复。这种深挖洞、广积粮的长期主义代码，才是这个小红点能够在几十年间逆天改命，稳坐全球第一梯队的真正筹码。那么问题来了，你觉得在未来越来越动荡的全球局势里，新加坡当初顶着巨大压力砸下9.5亿新币买的这笔隐形保险，到底值不值？你愿意为这种极致的安全感买单吗？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如果你也想看透新加坡更多硬核的政策与基建逻辑，别忘了点赞订阅。我是阿明，我们下期见。